个视频。正时皮带安装完成后，大众 1.5T 发动机还要安装哪些零件呢？接下来安装的是机油压力调节器，它的作用是防止因机油压力过高或者过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安装后手动紧固上一颗螺钉，之后钢体部件随操作台进入设备，由机器人对之前紧固的所有螺栓进行复紧。在下一个工位安装的是正时罩盖，上侧的金属罩盖需要预紧上2颗螺栓。发动机进入总装车间后，金属罩盖上会连接上发动机悬置，之后安装下侧的黑色罩盖。安装后使用电动工具紧固上4颗螺钉。接下来总成进入机器人设备，由 EC 电动扳手自动紧固之前预紧的螺栓与螺钉。这里可以看到设备会先紧固螺栓，再松开半圈，然后继续紧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螺栓打滑丝。下一个工位使用电动扳手取下这颗大螺栓，将螺栓放置在自动拧紧机上，使用扫描枪扫描扭转减震器上的条码，将其放置在螺栓上方。推动设备将其紧固到安装位置，调整好角度后开始紧固螺栓，同时在燃油导轨上安装油压适配器。紧固后撤下设备进入下一个工位，这里使用螺栓预紧安装的是水泵皮带轮。按后使用专用工具调整曲轴的位置后，安装上侧的高压油泵，使用电动扳手紧固上2颗螺栓，摘下一侧的油泵防尘帽。进入下一个工位后，使用专用工具调整曲轴位置，安装凸轮轴装饰盖板，然后使用电动 EC 扳手紧固水泵皮带轮螺栓，最后安装连接上燃油导轨与高压油泵之间的金属燃油管。安装后撤下专用工具，同时对面的操作者会安装机油尺，然后再次紧固排气凸轮调节器螺栓后，安装正时皮带上罩盖并预紧上3颗螺钉。紧固后转运至下一个工位，在这里先使用螺钉固定金属高压燃油管，预紧后使用电动扳手将螺钉紧固到位。旋转操作台后使用无线束显 EC 扳手紧固油管两端的外接螺栓。接下来在凸轴轮盖板上预紧1颗螺栓，再安装电子水泵，它可以代替节温器，控制发动机冷却液的大小循环开合。固定到位后预紧上4颗螺栓，最后使用 EC 扳手紧固凸轮轴盖板螺栓。之后进入机器人紧固设备，由自动拧紧机自动紧固电子水泵上的螺栓。进入下一个工位后安装水泵皮带轮罩盖，预紧上2颗螺栓后使用 EC 扳手将其紧固到位。罩盖紧固后转动操作台，再使用 EC 扳手紧固正时皮带的上罩盖螺钉。进入下一个工位安装的是进气凸轮调节阀，安装前需要使用辅助工具，在这里安装一个密封支架，预紧上2颗螺栓后，使用 EC 扳手紧固支架和排气凸轮轴传感器螺栓，取下辅具安装进气凸轮调节阀。安装前还需要检查一下零件状态，有问题的零件是不允许安装的。进入下一个工位后，需要封堵发动机上的一部分孔洞，这是为了后续的冷测试做准备。预紧好凸轮调节阀螺栓后，使用 EC 扳手将其紧固。扫描条码后进入下一个工位，带有发动机的操作台进入工位之前，先由机器人依次抓取4个合格的火花塞，将其摆放到机械臂托盘上，再由托盘转送给安装机器人。机器人抓取火花塞，将其安装到发动机缸体内侧。火花塞紧固由 EC 扳手自动控制拧紧力度。原厂采用的火花塞有2种，分别由 NGK 和冠军2个品牌提供。这种带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火花塞，原厂保养手册要求每2万公里需要更换1次。接下来在水泵上连接一根冷却水管，并将其固定。之后旋转操作台，在这里安装一个小的金属支架。接下来在火花塞上端安装点火线圈。点火线圈是点火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将蓄电池输出的低压电流转化为高压电流。进入下一个工位后旋转操作台，先使用 EC 扳手紧固燃油压力传感器。紧固完成后再次旋转操作台，在侧面安装一个黑色的垫片。安装到位后再安装上2根短轴，然后使用 EC 扳手将短轴预紧到位。下个工位上将设备上的套筒连接到水泵接口，在另外的接口上安装单向阀，并封堵好发动机上的其他开口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做发动机水路密封性检测和检测水泵进出水口管路性能。密封后的总成送入测试间做抽真空处理。如果设备检测到管路漏气，就代表总成不合格，
密封检测合格后，撤下辅具，进入下一工位。在这里是为发动机注入机油。原厂机油加注是由上侧机油加注口和下侧的机油压力传感器安装孔同时注入，两端同时加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加注效率。在下一个工位安装的是机油口位置的通风管，将其卡到安装位置后，再放置上4颗点火线圈螺栓，并使用电动扳手预紧到位。之后使用 EC 扳手紧固涡轮增压器支架螺栓。接下来安装一个临时的飞轮盘，使用风枪将其紧固到位。接下来是为发动机插管，下一步准备对发动机进行冷测试。这里主要是通过电机驱动和传感装置监测，对发动机的性能和安装匹配的质量进行检测。因为不需要点火启动，所以又叫做冷试。测试完成后，安装发动机主线束，将线束铺开后，这个工位只需要连接电子水泵插头。下个工位在机油口上连接辅具，吹走油口残留的机油后取下。接下来连接上3个喷油嘴插头，整理线束防止绕线后，再连接爆震传感器插头，最后连接主动式油气分离器上的2个插头。下个工位使用无纺布清洁机油加注口接头后，将其取下来，再安装上机油压力传感器，再使用 EC 电动扳手将其紧固到位后，接着安装上一根冷却水管，两侧位置使用连接元件将冷却水管与主线束固定在一起。接下来连接最后一个喷油嘴控制线束插头，再连接上机油压力传感器插头，将线束卡在发动机缸体后，插上燃油压力传感器插头，再整理好发动机主线束，使其固定在发动机缸体上。再使用电动工具预紧好冷却水管上的2颗螺钉，同样将冷却水管固定在发动机缸体上。进入下一个工位后，使用 EC 扳手将之前预紧的冷却水管螺钉紧固到位，然后安装进气气管总成。这里使用电动工具预紧上管路上的所有螺栓。可以看到进气气管上有一个银色的金属物件，那个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中冷器。进入下一个工位，先在水管上安装一个防尘帽，再连接进气气管上的线束插头，再连接上进气凸轮调节器插头后，使用 EC 扳手紧固进气气管总成上之前预紧的所有螺栓。接下来安装的是节气门，将其安装在下侧管口后，使用 EC 扳手紧固2颗螺钉。安装后连接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插头。下一个工位整理线束后，使用风枪测试一下节气门的开合，确认没有问题后，安装节气门导风管。导风管上端使用卡箍固定，下侧使用2颗螺栓固定在节气门上。进入下一个工位后，首先要做的还是使用 EC 扳手紧固导风管螺栓，然后旋转工作台，在发动机上方安装冷却小水管，使用 EC 扳手将小水管紧固在进气气管上方。进入下一个工位，先连接ARC管上的传感器插头，再将油管固定在发动机上，接着安装一根高压油管和一根低压油管，将2根油管固定在进气气管上方，最后紧固进气气管上的1颗螺栓。接下来旋转操作台安装一个涡轮增压器垫片，这里安装的是可变截面涡轮增压器。安装后预紧上4颗红铜色的螺母，然后扫描发动机条码启动 EC 自动拧紧机，紧固螺栓的同时松开发动机下侧的辅具。完成紧固后，发动机进入下一工位，这里安装的是涡轮增压器上的水管。由于靠近涡轮位置的温度较高，所以这里使用了2根耐高温散热好的金属管。下一个工位使用 EC 扳手紧固金属水管上的螺钉，更换紧固工具后紧固上侧的1颗螺钉。接下来在高压油泵处预紧1颗螺栓，在涡轮增压器上同样预紧1颗螺栓。同时对面的操作者需要整理发动机线束，之后使用 EC 扳手紧固1颗水管螺钉和涡轮增压器上的螺栓，最后紧固上侧1颗螺栓后，连接高压油泵线束插头。进入下个工位后，先使用风枪检测涡轮增压器，接下来安装涡轮增压器的导风管，固定后使用 EC 扳手紧固上面的2颗螺栓。由于涡轮增压器工作时温度很高，所以要在它上面安装一个隔热板，在隔热板上方安装颗粒捕捉器控制器。它使用2颗螺栓连接隔热板并固定在发动机缸体上。预紧2颗螺栓后，连接颗粒捕捉器压插传感器插头。下个工位先要紧固隔热板上的螺栓，再使用加热辅具处理2根水管，再连接2根涡轮散热水管，这里是1根进水管和1根出水管。
然后在发动机后侧安装一根金属真空管，再连接上涡轮增压器插头。接下来连接紧固金属管下侧螺栓，根据位置不同，使用的螺栓型号不同，紧固时需要更换拧紧工具。最后紧固增压器上的冷却水管螺栓。进入下一个工位后，连接上4的点火线圈插头，再连接进气凸轮位置传感器插头后，按压点火线圈插头，之后连接废气压力传感器插头、排气凸轮位置传感器和排气凸轮轴调节阀插头。接下来安装的是发动机的飞轮，将一侧的主线束固定好，使用电动扳手预紧飞轮上的6颗螺栓，之后由 EC 扳手自动拧紧设备紧固飞轮螺栓。发动机需要由启动机驱动飞轮运转才能点火启动。接下来连接低压燃油管和 ARC 管，以及油箱强制通风阀插头，然后连接曲轴箱通风管，并使用 EC 电动扳手紧固其上的固定螺栓。下个工位上使用管夹夹住弹簧卡箍，连接一根水泵水管，然后紧固涡轮增压器上的金属冷却水管。旋转工作台最后紧固中冷器上的冷却水管。在连接油箱强制通风插头后，使用 EC 扳手紧固4颗点火线圈螺栓。将点火线圈紧固到位后，再紧固2根发动机搭铁线螺栓，这2根都是属于负极搭铁线。接下来安装的是涡轮增压器与进气气管之间的连接管。进气气管的这一端使用 U 型卡子锁死固定，增压器的一端使用特制扳手旋转半圈进行固定。接下来在中冷器上连接充气接头，准备检测管路是否存在泄漏处，再将下方2根水管接口堵住，最后整理发动机线束，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撤下接头和辅具进入下一工位。在这里由带有摄像头的机器人对刚组装完成的发动机进行体检，目的是检测是否有零件漏装。至此就完成了大众 1.5T 发动机的安装。之后使用吊具吊起新组装的发动机，将发动机入库，下一步是发往总装车间。